褒义和贬义也是不一样的。喜欢和讨厌在10000句话中可以互相替换，虽然表示的意思相反，但这个方面就体现出来了它在语义上是有很大相似性的。拨开世间万象，解密背后真实。大家好，我是野生 AI 产品。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词嵌入 Word Embedding 的理论基础。它是由美国语言学家哈里斯在1954年提出的。当时他提出了分布假说，简单来说就是一句话上下文相似的词，它的语义也是相似的。其实日常经验中，我们对这个也有模模糊糊的感知啊。今天我吃了苹果，今天我吃了香蕉，这2句话前面都是一模一样的。那苹果和香蕉就有类似的语义，它都是一个水果。贝爷站在食物链的顶端，老虎站在食物链的顶端，贝爷和老虎后面的这一个下文都是一样的。那这2个词语义上就有某种程度的相似。董宇辉喜欢读书，董宇辉讨厌读书。那喜欢和讨厌的上下文都是一致的，它们就有相似的语义，虽然词性相反，上下文相似的词，其语义也相似。这个结论呢，第一次看到的时候，我觉得这就是句废话，这讲的不就是理所当然的事吗？有啥值得出来说的？但实质上这句话是充满智慧和睿智，将语言的本质进行了提炼。了解完 Word to Vector 之后，我们谈它的意义的时候，会详细说为什么它是对语言本质的一个提炼的。这个假说在1954年哈里斯就提出来了，但在之前实际上没有引起特别大的反响和轰动吧，因为我们在那之前其实缺乏根据上下文的相似，把语义相似性提取出来的手段，这需要海量的文字数据才能把语言的各种维度的相关性给提取出来。比如说喜欢和讨厌，它的语义有很多相似性，能用在同样的地方，但是它表达的含义词性是相反的，褒义和贬义也是不一样的。喜欢和讨厌在10000句话中可以互相替换，虽然表示的意思相反，但这个方面就体现出来了它在语义上是有很大相似性的。我们在之前其实很少观察到它语义中的其他维度上的相似性。这种提取方式，我们想把这一个语义提取出来，是不能简单的通过统计它出现的次数来得到语义的。托马斯的论文 Word to Vector 实际上就是提供了方法，怎么来计算和统计上下文的相似，把语义的特征提取出来啊。理论说完了，接下来就看看具体怎么做啊。Word to Vector 的网络结构实际上非常简单，就像图中这样，它就在输入层后面接一个全链接，只保留权重 W 的神经元就行了，偏置啊、激活函数啊这些都没有。具体神经元和输入层这一些概念在之前的视频中有阐述，不太了解的小伙伴可以观看一下之前的视频。图中第2层词嵌入层的每一个神经元和输入层的所有神经元都是相连的，是全链接的，但在图中只画了一个作为示意，画太多看上去就密密麻麻的了。那网络结构搭建好之后，训练它也非常简单，就是准备好一大堆文本句子的训练资料，让这个神经网络去预测下一个字是什么。当神经网络训练好，能把训练资料中每个句子中的下一个字训练正确的时候，我们把每个字输入进去。比如说 UP 主讲的真好这一句话，先输入 UP， 那在词嵌入层就会得到一个相应的词嵌入层值，我们把这个值提取出来，然后再输入第2个字主，又在词嵌入层中得到一个新的值，这个值又拿出来，然后再把第3个字讲输入进去，又得到第3个字的词嵌入层值，再把这个值拿出来，依次这样类推，把所有的字都输入进去，那每一个字都得到了一个词嵌入层的值，而这个值排成一列，实际上就是一个向量 Z1 Z2 Z3， 也就是这一些值就是我们拿到的词嵌入向量。这个向量它就代表了该字的语义特征了，是不是很懵啊？就这么简单弄了几下，凭啥词嵌入层 embedding 层的值就代表了语义的含义了？这个我们就下节再来介绍。今天我们就聊到这，下节继续。想了解更多 DeepSeek 细节，关注一下再走哦。我是野生 AI 产品，陪你一起成长。